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，欢迎您观赏这一集的影片。很多委托小李哥做装修的客户，尤其是刚到加拿大的华人朋友，都会问小李哥，加拿大房子的墙是纸糊的吗？怎么小孩子撞到就破了？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点尴尬。对，就是纸糊的。当然，一件事凡存在就必合理。今天小李哥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影片开始前，请您订阅关注小李哥说装修的频道，并打开频道的全部通知，才不会错过任何影片更新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俗话说得好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句话用在建筑上也十分合适。在西方，正确的说是北美啦，因为小李哥其实只待过美国和加拿大，我没当过澳客，也没花过欧元。好 ，anyway， 北美的气候大体上比较干燥，四季分明，夏天的房子只要通风就十分舒服。冬天要求气密保暖，才能节约暖气的用量。冬夏温差大，材料要有良好的热胀冷缩的耐受力。加上北美人口密集度远小于亚洲，大多数的住宅都属于中低密度的住宅，也就是说大约5层以下的建筑。这样的房子对建材的刚性强度要求比较低，所以北美的住宅都以木结构为主。当然，木结构的建筑成本低，建筑工期短。对加拿大来说，又是木业大国，在经济层面考量，在北美使用木头作为建筑的主材料是最恰当不过的选择。木头是会呼吸的建材，比起水泥呢，它的绝热性很好，配合正确的设计，建筑冬暖夏凉，算是标配。所以呢，为了平衡室内外的气压，木屋的防止室内外的空气是可以流通的。加上木材本身具有渗透性，所以木屋最重要的是排水，而不是防水。就是只要有积水呢，就有可能渗水。我们在保养上必须确保所有的屋外排水顺畅，比如说屋顶的水槽，在雨季前要记得清除落叶，车道的水槽也要定期的清洗，地下的水槽至少每2年要请专业人员检查。除了固定检查，也必须要留心，您只要发现不正常的积水，一定要立即的处理。木头是弹性良好的建材，当地震或地层下陷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，木头会有极佳的自适应性，保持建筑物的完整及安全。想想中国古代的宫殿、塔楼可以保持100年不倒，木结构是主要的原因。但换个角度说，木屋是随时在变形的，所以在木屋内浇筑水泥反而容易出现裂缝，不能预期它能保持防水。比如说淋浴的底座，在木结构中，水泥的底座反而不如玻璃纤维的耐用。在木屋里，瓷砖的地面也不能保证100%防水。在加拿大的浴室，千万不要冲水洗地，一有积水也要赶快的擦干。当然，关于加拿大房屋保养的要点还有很多，我们之后会另外做影片和大家分享，请您持续追踪小李哥的影片哦。
灰板正确的英文名称是 drywall， 主要的成分是2片的厚纸板，夹杂的硫酸钙，也就是石膏，或细酸钙、纸浆、玻璃纤维的压缩合成板。比起亚洲常用的石膏板及细酸钙板，多出了纸箱和纸板，厚度更厚，气密保暖隔音也更好。Drywall 是很好的阻燃建材，可以提高木屋的防火能力，所以对于以保暖、舒适、安全为中心设计的北美建筑， Drywall 是最理想的建材。灰板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受潮、发霉，最后软化。所以灰板的保养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室内湿气过重。小李哥帮您归纳了5个重点。第一，使用浴室的时候一定要开排风扇，而且一定要确保排风扇的正常工作。您可以用1张卫生纸测试一下吸力，如果连卫生纸都吸不起来，请您立刻请专业师傅检修哦。第二，隔离水汽的直接接触，比如说厨房台面、淋浴区，一定要设计隔水墙。一般建议使用釉面的10英瓷砖最佳。玻璃纤维板、石材不能完全防止灰板吸收水汽，建议不要采用。第三，全屋的通风扇设定每天的定时工作。温哥华在2006年之后强制规定，公寓及城市屋要设计安装全屋的通风扇。如果您家中有全屋的排风系统，请您最好换装定时开关，每日至少抽气6小时，除了可以排出水汽，也能排出异味，一举两得。第四，冬季、雨季一定要开暖气。在潮湿的季节，请将暖气的温控定在21度C以上，一来防止发霉，也防止水管结冰。在温哥华，如果您未开暖气而发生房屋的损坏，房屋的保险是可以拒绝理赔的。所以即使您出远门不在家，家中的暖气也一定要打开，这一点请务必留意。第五，灰板的破损要及时修补。灰板容易因为撞击而破损，如果伤害已经穿透表层的纸板，一定要尽快的修补。建议您可以随时保留着原始的墙漆，这样您就能确保修补后不留痕迹。今天我们来看一处房屋进水的实际案例。因为地下排水管长期积沙堵塞，在雨季地下水从地下基础渗入，造成屋内进水。室内的地板、墙面、橱柜泡水损坏，除了 Drain Tile 必须要疏通重做，地板、灰板、油漆都得重做。这次的屋主损失巨大，我们很开心，最后房屋完成修复了。但借着这个案例，提醒大家，排水一定要固定的维护和疏通。为了您的荷包，也为了房屋的安全，请您务必要慎重。北美建筑在相对的干燥气候的条件下，木结构是最好的选择。虽然少了钢筋水泥的坚固，但多了许多的温暖和舒适。只要你用心维护，加拿大30岁、50岁的木屋也不显老态。我们人在北美，理解、接纳和入境随俗，才是最积极的生活态度。您说是吗？喜欢本集影片的内容吗？请帮我们点个赞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也欢迎您将影片分享给您的好朋友。
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及建议，请您在下方留言告诉小李哥。您宝贵的留言都是小李哥成长进步的动力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